我起早贪黑，将爷爷的面馆做成了金字招牌。可爷爷刚下葬，亲叔叔就以他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名义，强行逼迫我交出面馆的经营权和祖传秘方。然而我不拒绝，也不骂街，只默默当着他们的面带走了一个破砂锅，反手在面馆对面支起了路边摊。后来，我那自封海归传人的亲叔叔跪在摊子前，算叔求你了，跟叔叔回去吧，没你那口汤，店里真的开不下去了。先前爷爷头七刚过，我正站在后厨守着那锅冒泡的老汤，结果大厅的卷闸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得震天响。哎呦我去，这什么味儿啊？一股子穷酸的八角大料味儿，熏死个人了。我那个连自己亲爹重病住院和下葬都没露面的亲叔叔沈建业，带着他那个染着黄毛的儿子沈彻，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沈听兰，赶紧滚出来！店里歇业，要上香，去后堂。上什么香？人都死透了。沈听兰，这破面馆地段不错，既然老头子不在了，咱们今天就把遗产掰扯清楚。我冷笑一声，我爸妈走得早，爷爷瘫痪3年，是我每天端屎端尿。你们人在哪儿？下葬那天你还在国外发朋友圈度假，现在人刚走，你跑回来抢店，别人不知道，我却一清二楚。这对父子在国外欠了一屁股赌债，混不下去。听说老家的面馆现在月入大几万，这才连夜赶回来。少给我唱高调，我是他亲儿子，法律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你在店里白吃白喝这么多年，也算沾了老沈家的光，别给脸不要脸。就是，你真把自己当兰香记的主人了，赶紧把营业执照交出来。执照是爷爷的名字，但这面馆能有今天，靠的是我每天熬汤打面，没有我，这店就是个空壳。你算个屁！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房子产权，老头子早年就过户给我了，我才是房东。这店面，老子今天收回了。我扫了一眼那份产权证明，确实是真的。当年爷爷还没病糊涂时，沈建业连哄带骗，用出国做大生意需要资产证明为由，把产权骗到了手。这也是他们今天赶上门硬抢的底气。行，房子是你的，算你识相。房子和兰香记的招牌都是我们的，你要滚，就把爷爷留下的祖传秘方交出来。今天这事儿就算平了。他们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兰香记名声大噪，全靠那碗回味无穷的老汤面。他们知道光要空店面没用，必须要那棵生金蛋的树。但我早算到他们会有这一手。行，我交。转身从抽屉拿出一份店铺经营权自愿转让及切割协议，拍在桌上。你们签字画押，店面、桌椅、后厨设备全归你们。从今天起，兰香记老面馆跟我沈听兰再无半点关系，自负顾会，各走各路。这是秘方，也给你们了。爸，拿到摇钱树了，这可是咱们沈家的命根子，以后就指望买别墅开豪车了。然而我没理会他们的狂欢，转身走进后厨，沈彻像防贼一样跟了进来。你干什么？店里的一针一线现在都是我们的。我没搭理他，径直拿起那把跟了我10年的旧菜刀，然后弯腰从灶台最阴暗的角落里抱出一个盖子，用黄泥封死的旧砂锅。我就带走这把破刀和这个破砂锅，其余的一根葱都不要。什么破烂玩意儿，看着就恶心，赶紧滚！别脏了我们即将装修的高级餐厅。阿彻，让他走，几块钱的破瓦罐让他当宝贝吧，天生的穷酸命。我抱着砂锅迈出大门，阳光有些刺眼，我回头看了一眼褪色的兰香记牌匾，彻底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本写满字的秘方不过是个残缺的废纸，而我抱走的这口破砂锅里装着的才是兰香记传承3代绝不外传的极品老卤汤底。没有这锅老卤当引子，他们熬出来的东西连猪食都不如。2位沈大老板，祝你们开业大吉！我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对面的青石巷。好戏才刚开锣，半个月后，兰香记老面馆原址重新开业，改成了兰香记国际餐饮旗舰店。沈建业父子砸了重金，把古色古香的门牌砸了，换上刺眼的霓虹灯。沈彻更是学着网上的低俗套路，在门口搭了个大舞台，请了4个穿着清凉的女孩，在震天响的 DJ 舞曲里疯狂扭动。家人们，兰香记第3代海归传人接手，正宗祖传秘方，全场5折，快来捧场！低俗舞蹈和打折噱头，加上不知情的老街坊，很快把新店门槛踏破。沈建业坐在大理石收银台后，看着乌压压的人头，笑得后槽牙都露了出来，仿佛金山银山正滚滚而来。而就在他们正对面，紧隔着一条12米宽的马路，我静静支起了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二手不锈钢小推车。没有音乐，没有美女，推车上只有干净的案板和白面，以及那口在炉火上微微翻滚的破砂锅。我慢条斯理地切着葱花，冷眼看着对面的群魔乱舞。中午12点，新店迎来了点餐高峰。老街坊胡大爷端到第1碗面，满怀期待地挑起一筷子，喝了口汤。这他妈是什么泔水，又腥又苦，八角涩味直冲脑门，连血沫子都没撇干净。你们就是这么糟蹋兰香记招牌的？旁边的老顾客也纷纷变了脸，干呕声此起彼伏。
呸！肉是酸的，根本没炖烂，什么祖传秘方，连街边5块钱的水煮面都不如。退钱！大家避雷！虚假宣传的网红猪食店，千万别来交智商税！不可能，我们是严格按老爷子秘方一克一克配的香料，肯定是你们口味有问题，想吃霸王餐，是不是口味有问题？老子在兰香记吃了10几年，你们这群数典忘祖的畜生，滚出安和街！就在新店乱作一团，差点动手时，一阵穿透力极强的醇厚肉香顺着安和街的风飘进了豪华大厅。那是筒骨和老母鸡慢火细熬10几个小时，混合几十种香料，完美融合出的霸道鲜香，那是真正属于兰香记老店的灵魂味道。吵闹的人群突然安静了，胡大爷抽了抽鼻子，猛地转头，死死盯住马路对面。我正掀开破砂锅的泥封盖子，瞬间白色蒸汽裹挟着浓郁到化不开的香气，彻底铺满整条安和街。这味儿是听兰。胡大爷连钱都不要，第一个冲出大门，直奔我的推车。快，1大碗，多加香菜。好嘞，胡爷爷，您旁边坐。其他食客看着胡大爷端着纸碗蹲在马路牙子上，吃得满头大汗，连声叫绝，肚子里的馋虫彻底被勾了起来。这是真兰香记，那边拿个破配方糊弄人，手艺人被赶到对面了。走，去对面。不到10分钟，新店里的人群如潮水般退去，就连看美女跳舞的年轻人也被香气勾得咽着口水跑了过来。12米宽的马路形成了极度荒诞的风景线。沈建业父子的豪华饭店空空荡荡，只剩4个美女在冷风中尴尬扭动，大厅满地狼藉。而对面我那2平米的破推车前排起了近100米的长龙，西装白领、学生、大爷大妈全端着塑料碗蹲在路边大快朵颐。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完全照着煮的呀！沈建业瘫坐在收银台后，看着满地退款单据，气得浑身发抖。他们这种走捷径的吸血鬼永远不明白，餐饮的护城河从来不是一张纸，而是手艺人的功夫。这就受不了了。别急，你们倾家荡产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路边摊摆了不到1周，我靠着这口老卤，不仅把老顾客全拉了回来，每天的流水甚至比以前在店里还要翻上1倍。而对面的兰香记国际旗舰店算是彻底黄了，请美女跳舞的钱花光了，大厅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每天熬出来的那几大锅发腥发苦的烂汤，只能一桶接一桶往泔水车里倒。你们家的汤连猪吃了都拉稀。这天深夜，我收摊推着3轮车准备去补货，敏锐地察觉到身后跟了一条尾巴。后视镜里，沈彻鬼鬼祟祟地缩在一辆共享单车上，一路跟着我。我心里冷笑，这父子俩眼看生意要黄，认定那本秘方没问题，肯定是以为我的食材供应商有猫腻，想来偷我的进货渠道了。行啊，既然你们上赶着找死，那我就送你们一程。我故意绕开了常去的淮南农贸市场，骑着3轮车7拐8拐，在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黑心作坊门前停下。老板是个光头，专门卖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添加剂。老板，开门，我是小沈。老板给我来10包1滴香，要最猛的那种合成增香剂。这玩意儿可是用化学香精勾兑的，味道霸道的很，1滴就能让白水变高汤。不过沈老板，这东西超标，你用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吃多了可是要窜稀进医院的。放心，我心里有数。我付了钱，把黑色塑料袋扔进3轮车后，慢悠悠骑走。随后在路过一条臭水沟时，我连包裹都没拆，直接把那袋化学香精扔了进去。第2天清晨，我刚出摊，就闻到马路对面传来一股极其刺鼻，甚至带着点反胃的浓烈肉香。那种香根本不是肉骨头熬出来的醇厚，而是像劣质香水一样直冲天灵盖的化学味道。我抬头看去，沈彻正站在店门口，得意洋洋地深吸一口气，指挥着服务员把打折海报重新贴出去。他昨晚果然如获至宝，直接把那家黑作坊的增香剂包圆全倒进了他那锅发腥的烂汤里。还别说，这股霸道的化学香味，配合着吃1碗送1碗的疯狂骨折价，真把一群爱贪便宜的食客给忽悠进去了。1上午的时间，新店里竟然又坐满了人。沈彻站在门口，趾高气扬地朝我竖了个中指，仿佛在炫耀他偷师成功。我冷冷看着他，连理都没理。就在沈建业父子看着账单乐开花的时候，第1辆闪烁着刺眼红灯的救护车呼啸着停在了新店门口，紧接着是第2辆、第3辆。几个中午在店里吃过面的食客捂着肚子，脸色惨白，满头大汗的被担架抬了出来。有的人甚至还没上车，就直接跪在马路牙子上疯狂呕吐。食物中毒，这家店的面有毒。不到半个小时，执法车联合出动，直接封锁了现场。几个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冲进后厨，当场从灶台底下搜出了整整2箱还没用完的3无化学增香剂。严重违规使用超标化学合成添加剂，导致群体性急性胀胃炎，店面查封停业整顿，立刻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不，这不是我们买的，是对面的沈天狼陷害我，是他买的。人家对面的沈老板用的是纯正老卤，我们天天来检查，各项指标完全合格。哼，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是你昨晚半夜去买的，还敢狡辩！
带走。沈彻像条死狗一样被拖上了执法车，而沈建业瘫坐在满地狼藉的大厅里，看着大门上那张交叉的白色封条，听着执法人员开出的几十万天价罚款单和医疗赔偿通知书，双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兰香记老店被查封的第3天，我用路边摊赚来的暴利，在安和街最繁华的路口盘下了一家200平米的大商铺，正式挂牌兰香记私房面。开业这天，门庭若市，不仅老顾客全来了，连好几个千万粉丝的美食探店博主都慕名而来。就在我站在店门口接受博主采访时，人群突然被粗暴推开，沈建业披头散发地冲了进来，身后跟着7、8个所谓的沈家亲戚，一个个披麻戴孝似的，把我的新店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沈建业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听兰啊，亲侄女，你不能见死不救，我阿彻被抓进去了，那可是你堂弟呀，那些中毒的食客要我们赔上百万呀，咱们可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这老店可是你爷爷一辈子的心血，你赶紧拿钱出来，把罚款交了，去局里签个谅解书，那配方是你给我们的，你这孩子现在赚狠了，你爷爷在天上看着呢。围观的不知情群众和博主们纷纷举起手机对着我指指点点，在他们看来，一个长辈当街下跪，我如果不帮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沈建业低着头，嘴角闪过一丝阴毒的冷笑，他就是要用舆论逼我吃下这个哑巴亏，逼我拿钱救人，甚至替他们顶罪。我看着他这副令人作呕的嘴脸，冷冷抽回了腿。血浓于水，爷爷的心血，既然各位都在，那今天就把账算个明白。大家看清楚了，半个月前是沈建业带着儿子上门，逼我净身出户。这份切割协议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店面归他，配方归他。从那一天起，老店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营后果由他沈建业全权负责，与我沈听牢再无半点关系。你自己贪心不足，买了香料害了食客，现在东窗事发，想让我这个被你们赶出家门的人替你们顶罪，做你的春秋大梦。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你爷爷当年可是最疼我的，我可是拿着老店的招牌。你还有脸提爷爷？爷爷瘫痪那3年，你在国外连个岳阳电话都舍不得打。这是爷爷重病需要手术时，你偷偷溜回国，不仅1分钱不拿，还把爷爷攒的古董字画全都偷走卖掉的当票单据。单据散落一地，围观群众发出一阵鄙夷的骂声。那几个刚才还在帮腔的亲戚，看到铁证如山，瞬间哑了火。你算你狠，但店是我的，劳香记的招牌也是我的，你这个新店也叫劳香记，你这是侵权，我要去青兰法院告你，让你赔我的名誉损失费。你要拿招牌压我，睁大你的眼看清楚，爷爷早就看透了你，为了保护我，他生前就已经悄悄把兰香记以及所有相关图案字号全部注册成了商标，并且合法转让到了我的个人手下。所以沈建业先生，真正侵权的是你，你未经授权非法使用我的商标，不仅造成了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还严重损坏了兰香记的品牌声誉。我的律师团队已经正式向青兰法院提交了起诉书，由于你们造成的恶劣影响，我方索赔金额为500万。你不仅要卖房赔偿那些食客，还要赔偿我的商标损失，这辈子你就带着你儿子慢慢还吧。沈建业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500万，他双眼一翻，直挺挺地昏死在了我新店的大门外。而我面对着闪光灯和热烈的掌声，平静地推开了兰香记私房面的大门。沈建业醒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走廊最角落的一张家床上，还没等他喘口气，7、8个亲戚就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直接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建业，你既然醒了，就把账结一下吧。当初你吹牛说这老店能赚大钱，忽悠我们一人投了10万块钱入股，现在店被查封了，你赶紧把本退给我们。对，还有我那5万，那可是我女儿的彩礼钱，今天不还钱别想走，快钱！你要是不掏钱，我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从3楼扔下去。放手！钱都砸进店里的装修和请人跳舞上了，我哪还有钱？等青兰法院解封了，我把店盘出去再还你们。你当大家是傻子吗？你自己看，几十个中毒的顾客联名起诉你，监管部门的罚款高达200万。加上沈听兰告你商标侵权索赔的500万，青兰法院今天上午已经正式下达了财产保全随定书。你名下那个骗来的老店产权，还有你所有的银行卡，已经全部被青兰法院查封冻结了。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蛋！什么？沈建业不顾一切地拔掉手背上的输液管，疯了一样在枕头底下摸索手机。他要给自己那个在国外做大生意的老婆打电话，只要老婆把国外的钱转回来，他还能翻身。电话打通了，却是一个冰冷的机械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别打了。你那个好老婆，昨天听说你惹了500多万的官司，连夜把你家里最后一点现金和首饰全卷草了，连阿彻进去的律师费都没留，早就买机票跑路了。
沈建业急火攻心，直接晕倒在了白色的床单上。短短几天时间，他从那个趾高气昂的兰香记老板，彻底沦落成了一条丧家之犬。而与此同时，与他的一地鸡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那如火如荼的事业。兰香记私方面，因为这场风波，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名声大噪，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兰香记真正的灵魂手艺人，不仅没被赶垮，还带着最正宗的老卤另起炉灶了。每天一开门，店外就排起上百米的长龙。我雇了10个手脚麻利的员工，依然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如此，由于我用法律武器坚决捍卫食品安全和传统手艺，青蓝餐饮协会亲自上门给我颁发了年度诚信餐饮示范店的金字招牌。几家国内顶级的风险投资机构也闻风而动，开着豪车堵在我店门口，想要入股，把兰香记做成全国连锁的超级 IP。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看着落地窗外繁华的安和街景，平静地回绝了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真正的美食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不会像沈建业父子那样杀鸡取卵，我要用最扎实的基础建起一座别人永远无法撼动的餐饮帝国。至于那对父子，他们欠下的债该到还的时候了。2个月后，所有判决终审落地。为了强制执行这些天价赔偿，青蓝法院将沈建业名下唯一的资产，也就是那间原本属于爷爷的兰香记老店商铺，进行了司法拍卖。巧合的是，沈建业也来了。他因为连续急火攻心，半身偏瘫，只能被一个便宜护工推着轮椅出现在旁听席上。他眼睛死死盯着大屏幕，祈祷这个地段极佳的商铺能拍出一个天价，这样他不仅能还清债务，说不定还能剩下点养老钱。然而现实给了他最响亮的一记耳光，起拍价400万，请竞价。整个大厅鸦雀无声，那些原本对这个商铺感兴趣的投资者全都默契地放下了手里的举牌。原因很简单，这个店铺现在是远近闻名的毒面馆，在餐饮界地段再好，那也是块风水极差的死地。400万，第一次；400万，第二次。沈建业在轮椅上急得直哼哼，眼眶发红。如果底价成交，这笔钱不仅不够他还清所有赔款，他依然要背负上百万的死债。就在拍卖师准备宣布流拍的最后一秒，400万零1000。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大厅里却如炸雷般清晰。所有人循声望来，沈建业也猛地转过头。当他看到举牌的人是我时，眼珠子都快瞪裂了。好，46号竞买人出价400万零1000，还有更高的吗？全场死寂，没人会傻到去跟这个品牌的真正所有者抢这块死地。成交，恭喜46号竞买人。我站起身，理了理西装外套，我用连市场价1半都不到的极低价格，合法正当的拿回了爷爷的店面产权。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我带着法务径直走向坐在轮椅上浑身发抖的沈建业。你这个死丫头，你算计我，你是故意的！从我干脆利落的交出残缺秘方，到他在对面开业，再到他买毒香料被查封，这所有的一切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叔叔，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为了抢店，连爷爷的救命钱都敢贪，现在老店没了，老婆跑了，儿子也得去坐牢，而你下半辈子不仅要坐在这个轮椅上苟延残喘，每个月的低包还要被青蓝法院强制划扣来还欠我的侵权费。哦，对了，多谢你之前花了上百万给老店做的高级装修，替我省了一大笔钱。这套大理石地砖我很满意。沈建业直接在轮椅上昏死了过去，我没有再多看他一眼，带着团队转身走出青蓝法院。外面的天空晴空万里，我驱车来到老店门前，冷眼看着工人将那个国际旗舰店霓虹灯招牌暴力拆除，狠狠砸碎在地上，随后换上了一块古色古香的纯实木兰香记老牌匾。历经风雨，兰香记终于干干净净的回家了。老店重新开业那天，整条安和街都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没有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歌舞表演，只是在门口架起了一口直径1米的大铁锅，锅盖一掀，那股传承了3代，被我用独门手法重新唤醒的老卤醇香，直接飘过了3条街，街坊邻居、网红博主，还有那些专门驱车几10公里赶来的客人，把店门挤得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兰香记的招牌不仅彻底洗刷了沈建业父子留下的污名，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单日流水直接突破了10万大关。我站在2楼的监控室里，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迈腾轿车嚣张地横停在了面馆门口，车门推开，一个穿着高定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让你们老板滚出来见我。几分钟后，我在2楼的办公室接待了他。我叫陆腾，盛虹餐饮风投的执行董事，1000万，我要兰香记80%的股份，以及那个老鲁的绝对控制权和配方。拿了钱，你以后只需要挂个名，不用再在后厨闻油烟味儿，下半辈子直接财富自由。陆总好大的手笔，不过兰香记不卖，更不缺这点所谓的风投资金。沈听兰，小姑娘，不要太气盛。你以为搞垮了你那个蠢货叔叔，你就能在这个圈子里横着走了？这不是你一个煮面的能扛得住的。我不妨把话挑明，这家店你卖也得卖，不卖，我能让你跪着求我收购。是吗？
门在背后，慢走不送。好，有种，咱们走着瞧。我倒要看看你这锅汤到底能护你多久。陆腾走后，接下来的3天，店里风平浪静，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第4天清晨，我刚来到后厨，老板，不好了，咱们高薪聘请的厨师长王强，今天没来上班，电话关机，人也联系不上。后厨的东西少了吗？少了，您放在恒温柜里，专门用来给分店做引子的那一小桶子卤不见了。王强肯定是被人买通，偷了咱们的底汤跑路了。老板，咱们赶紧报警吧。报什么警？1桶发酵的调料而已，不够立案标准的。可是那是咱们兰香记的命根子呀，要是被人破解了……破解？1桶引子不是谁拿走都能用出味道的，不会做的人拿到手也只是添乱。去，在门口贴个告示，就说王强因为个人原因离职，顺便通知全店员工，准备迎接接下来为期1周的硬仗。陆腾以为买通我的人偷走1桶子卤就能复制兰香记的奇迹，这是天大的笑话。当年沈建业父子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他们一个偏瘫，一个在踩缝纫机。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把这局棋走到底，把你们的算盘摊在所有人面前。正想着，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嚣张的汽车喇叭声。陆腾那辆黑色迈腾轿车停在了路边，车门打开，西装革履的陆腾在保镖的簇拥下走了下来，而跟在他身后的正是穿着一身崭新行政总厨制服的王强，以及那几个集体消失的后厨骨干。哎呦，沈老板，大清早的怎么愁眉苦脸的？沈听兰，你也别怪兄弟们不讲情面，陆总开出的底薪是你这里的3倍，还给我配了干股，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你给不了的，陆总能给。放屁！你跳槽就算了，你偷咱们的底汤算什么本事？那是犯罪！偷什么偷？王师傅可是我们盛虹花重金聘请的技术顾问，他带走的是他自己研制的配方，跟你们兰香记有什么关系？去青兰法院告啊，看看法官是信你这个路边摊起家的个体户，还是信我们盛虹法务部几10个王牌律师。为了200万年薪，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啊！沈听兰，你少用这种高高在上的眼神看我，你那点破汤的秘密我早就摸透了，不就是靠那桶老卤当引子吗？现在引子在我手里。今天中午我们盛虹面王就在你正对面开业，全场9块9，我要让你知道，离了我王强，你这家店一天都撑不下去。小胖，你还傻站着干什么？过来神虹跟我干，我让你当2厨，工资翻倍，在这个快要倒闭的破店里切一辈子葱吗？小胖浑身一震，他看看威风凛凛的王强，又看了看孤零零的我，下一秒，小胖猛地抓起案板上的一把菜刀，咣当一声剁在木砧板上。我去你大爷的！我家里穷，但从小我爹教过我不能做贼，老板教我切肉熬汤从来不藏私。我嫌你们这帮小偷恶心，要滚赶紧滚，别脏了我们兰香记的地。不知好歹的蠢货，你就等着跟他一起饿死吧。沈听兰，你以为我只是挖你几个人那么简单？他话音刚落，我的手机响了，是南桥肉类批发市场里一直跟我们合作的钱老板打来的。沈老板，对不住了啊，你的定金我2倍退给你，以后咱们不能合作了。盛虹资本用5倍的价格买断了市场里所有的顶级新鲜牛筒骨和土猪肉，他们还放了话，谁敢供货给你，就是跟盛虹作对。听见了吧？在商战里，这叫釜底抽薪。我不仅偷了你的技术，我还断了你的粮草。没有新鲜骨肉，你连一锅白水都熬不出来。沈听兰，我今天就坐在对面，亲眼看着你这块兰香记着的招牌是怎么被我踩碎在泥里的。陆腾带着王强等人嚣张离去，正对面那栋豪华的3层商铺瞬间鞭炮齐鸣，盛虹面王的巨大招牌在阳光下刺眼无比，全场9块9的广播声震耳欲聋。完了，老板，后厨没人，连食材都断了，这下咱们真的被逼上绝路了。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老李，是我之前寄放在你农场的那批特供，可以动了，派2辆最高规格的冷电车，半小时内送到店里。20分钟后，就在陆腾站在对面2楼，端着红酒杯准备看我关门的时候，2辆通体漆黑，印着鹿鸣山生态农业园烫金大字的重型冷链物流车，稳稳停在了兰香记大门口。几个穿着黄色无菌服的专业押运员跳下车，将一扇扇带着顶级雪花纹理的极品牛肉源源不断搬进了我的后厨。老板，这肉的品质比钱老板供的货高级10倍都不止啊，这得多少钱？钱不是你该操心的，从今天起你就是兰香记的副厨。陆腾以为砸点臭钱，买下几个菜市场就能断我的粮，他根本不知道，我早就在全省最大的生态农场投了800万的干股。我转身走向灶台，小胖，生火，今天我就亲自教教你，什么叫神仙也偷不走的羊卤诀。对面的陆腾看着那2辆级别高的吓人的冷链车，手里的红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引以为傲的釜底抽薪，不仅没有伤到我分毫，反而逼出了我真正的底牌。
但盛虹面王的开业仍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在资本的疯狂补贴下，9块9一碗还送卤蛋和饮料的跳楼价，直接把整条安和街的客流都吸干了。对面的大门前排起了上百米的长龙，甚至有大爷大妈早上6点就来拿着小马扎占位。然而在盛虹面王金碧辉煌的后厨里，却上演着极其肮脏的一幕。陆总，采购部送来的这批肉味道不对啊，这根本不是新鲜肉，肉质都发灰了。你懂什么？外面9块9一碗的牛肉面，一天要卖几千碗。如果真用好几十块一斤的鲜肉，老子每天得亏几百万。这种低价边角料，成本连2块钱都不到。可是这吃出人命怎么办？怕什么？我花200万挖你来是干嘛的？这桶老卤的香味那么霸道，你多放点辣椒，再给我死命的加化学增香剂，只要把臭味盖过去，那些贪便宜的人根本吃不出来。王强咽了口唾沫，他咬着牙，将增香精一股脑全倒进了沸腾的大锅里。第一天，凭借着兰香记老卤残存的强悍去腥提鲜能力，那股化学调料混杂着肉香的味道，真把食客给忽悠住了。客流量不仅没减，反而越排越长。陆腾得意忘形，甚至花重金请了7、8个青蓝美食探店网红，在店里大搞现场直播。我店里的员工虽然心里着急，却被我勒令谁也不许去对面理论，让子弹飞一会儿，最多3天。老天爷会亲自收了他们。真正的3代老卤不仅是一锅汤，更是一个极其复杂、脆弱且充满生命力的微生态系统。老卤里的有益酵母菌和复合氨基酸，它们是活的。我每天深夜都需要用精准到克的陈皮和草果去喂养它，甚至熬煮的火候需要随着季节湿度的变化而进行微调。这叫养汤。王强只偷走了1桶死水，却根本没有带走那套神仙难救的养护口诀。那桶老卤离开了我特定的恒温环境，被王强倒进工业化的高压大锅里胡乱煮，里面脆弱的活菌群在第1天就已经全部死绝了。第2天下午，隐患开始爆发。王强惊恐地发现，那锅原本呈现琥珀色的清澈高汤，颜色开始发暗发浑。即使他加了再多增香剂，那种醇厚的肉香也开始变得单薄，甚至隐隐透出一股奇怪的酸涩味。王强急得满头大汗，他一咬牙，从柜子最底层拿出所有化学香料，一股脑全倒进了锅里。强烈的化学香精味暂时压住了那股酸味，勉强应付过第2天的晚高峰。但死亡的倒计时已经无法逆转。第3天，陆腾为了将盛虹灭亡的名气推向全国，花了100万出场费，请来了全网拥有1000万粉丝的美食打假界主持人。中午12点整，盛虹灭亡大厅里人声鼎沸，几十台高清摄像机对准了坐在主桌上的主持人，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300万。家人们，今天我们盛虹灭亡就是要打破行业的暴力神话。我们用的食材不仅是顶级的，我们的秘方更是远超对面那家什么兰香记。陆腾一挥手，王强亲自端着一碗刚出锅、冒着热气的招牌盛虹老汤面，毕恭毕敬地放在了测评主持人面前。主持人平时吃遍山珍海味，舌头极其刁钻，他看着那碗面，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因为那汤的颜色不是诱人的浓白或琥珀色，而是一种诡异的带着点暗绿的死灰色，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主持人硬着头皮咬了一口汤送进嘴里，汤汁接触到他味蕾的那一瞬间，主持人的瞳孔猛地放大，脸色从红润瞬间变成了惨白，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老汤的鲜味，老卤里的死菌在第3天的高温下彻底发酵变质。王强加入的劣质香精不仅没有掩盖住这股味道，反而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把这锅汤变成了一锅生化武器。于是，在300万人实时观看的高清直播间里，千万级网红主持人直接把嘴里的浓汤全喷在了对面陆腾身上。这是什么屎？里面全都是发臭的腐肉和烂化学品，你们给老娘喂毒药啊！大厅里其他正在吃面的食客也纷纷感觉到了不对劲，有人用筷子挑开面条底下的肉块，这肉是臭的，老子的肚子好痛！几百个食客彻底暴动了，愤怒的人群掀翻了桌椅，无数碗发臭的热汤直接砸向了吓傻了的陆腾和王强。就在大厅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4、5辆执法车以及救护车急刹在盛虹灭亡的大门口。我带着10几名身穿制服的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推开破碎的大门，我走到陆腾面前。陆总，偷别人的底汤，却配上5块1斤的过期臭肉，为了9块9的噱头，连命都不要了。这手偷天换月玩得真不赖，不过很可惜，你收买王强的监控视频，以及你们冷库里那几吨发臭的变质肉购买记录，我10分钟前已经提交给相关部门了。陆腾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盛虹灭亡的倒塌，在全城餐饮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陆腾和王强勾结盗窃商业机密，并在食品中使用严重腐败变质、廉价僵尸肉的丑闻被各大媒体曝光。盛虹资本为了自保，连夜发布声明，不仅将开除出局，
还向警方提交涉嫌职务侵占的证据。那个不可一世的陆腾数罪并罚，不仅面临长达7年的牢狱之灾，名下资产也全被没收，用来支付巨额罚款和时刻赔偿。至于那个为了200万年薪背叛我的厨子王强，更是成了餐饮界的过街老鼠。在这个圈子里，他绝对不可能再找到任何一份切菜的工作。一场由资本发起的恶意围剿，被我兵不血刃的彻底化解。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用赚来的利润，在市郊全资收购了一个占地3000平米的食品加工厂，将其改造成了兰香记的中央厨房。中央厨房的核心是一间占地100平米的恒温密室，这间密室由最高级别的防盗门和虹膜识别系统控制，24小时无死角监控。那锅价值连城的3代老卤就被我亲自安放在这里，每天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能进入密室，用顶级牛骨髓和30几种新鲜香草进行养卤和提汤。调配好的底汤引子会在凌晨3点通过兰香记专属的冷链物流车统一配送到全市8家直营分店。这种绝对的保密措施和标准化供应链，不仅让百店一味成为了可能，更让兰香记彻底摆脱了对单一大厨的依赖。之后，一个半边身子瘫痪的老人被他的亲戚推了进来，如果不是那张依稀还能看出点轮廓的脸，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当初那个要抢走我一切的沈建业。听兰啊，叔叔来看你了。听兰，叔活不下去了，叔知道错了。当初是叔猪油蒙了心，听了阿彻的鬼话，不该跟你抢店，不该拿那个假秘方去害人，叔遭报应。听兰，你现在是大老板了，身价几千万，你能不能去青兰法院办个和解，把那500万的商标侵权赔偿给撤了？是啊，沈总，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毕竟是你长辈，现在都瘫了，惨呀！沈建业，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逼你的吗？当年爷爷瘫痪在床，你连个电话都没打过，老人家刚闭眼，你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拿假房契赶我净身出户，你自己贪心不足，为了赚快钱，用劣质香料害得几10个人进医院，砸了兰香记的招牌。那时候你怎么不想想，做事要留一线？你现在来求我，不是因为你良心发现了，只是因为你输了，你没钱了。如果今天破产的是我，你会在我面前掉一滴眼泪吗？你只会踩着我的骨头笑。你觉得他可怜？行啊，那500万的债你替他背。对方立刻闭嘴。法律判给我的500万，我1分都不会少要，这是你为你的贪婪付出的代价。彻底扫清了沈建业和不良资本的阴霾后，兰香记餐饮集团进入了真正的高速发展期。在接下来的2年里，我稳扎稳打，没有选择盲目加盟扩张，而是坚持做直营，从选址、装修到人员培训，每一项都严格把关。凭借着那口无可替代的3代老卤，兰香记的分店开遍了全省10几个地级市的黄金商圈，成为当之无愧的本地餐饮霸主。时间转眼来到了第3年的初秋，1年1度的传统美食大赛总决赛在省体育中心隆重举行。这不仅是餐饮界的奥斯卡，更是各路资本和美食圈大佬云集的顶级盛宴。评委席上坐着国内最顶尖的3位美食评论家，进入最后角逐的除了我的兰香记老汤面，还有来自南方的一家100年老字号云水居的海鲜面。为了确保绝对公平，大赛采取现场制作、现场盲评的规则。由于近期餐饮界频频爆出科技狠活的丑闻，此次大赛所有食材必须当众展示，甚至在评委品尝之前，还要经过国家级化验室的现场成分快检。擂台左侧，云水居的团队带来了名贵的东海大黄鱼、极品干贝和金华火腿，用繁复手法现场调出了一锅清澈见底、鲜香扑鼻的海鲜高汤。而擂台右侧的我只带了一个徒弟小胖，推车上依然是那口其貌不扬、被黄泥封住盖子的旧砂锅。这兰香记的老板也太托大了吧，就带个破砂锅来。听说那家汤特别香，该不会加了违规的东西吧？面对质疑，我充耳不闻。比赛进入最后10分钟的出餐环节，我拍碎了砂锅上的黄泥封，轻轻掀开锅盖，一瞬间，一股极其深邃霸道且层次分明的醇厚肉香瞬间席卷了整个上万平米的主会场。那香气中既有牛筒骨的浓郁，又有老母鸡的清鲜，甚至还带着30几种香草在岁月发酵下产生的奇异复合香气。前排的几个评委下意识吸了吸鼻子，眼神瞬间变了。2碗热腾腾的面条被端上评委席，坐在主位的一位满头银发、以毒舌著称的美食界老泰斗，先是端起云水居的海鲜面尝了一口，微微点头，汤底清澈，鲜味自然，是上品。随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我那碗呈现出琥珀色、浓郁拉丝的兰香记老汤面。老泰斗的眉头微微一皱，显然他对这种容易涉嫌科技狠活的汤底心存疑虑。他拿起汤匙，舀了一小勺送入口中，就在汤汁接触到味蕾的那一秒，老泰斗的动作彻底定格了。他猛地睁大眼睛，浑浊的眼底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光芒。他不仅没有停下，反而不顾形象的直接端起大碗，连喝了3大口汤。这怎么可能？老朽吃了一辈子面，这种级别的醇厚和鲜度，就算是用最顶级的食材吊3天3昼也达不到。沈老板，你老实告诉我，
你这汤里是不是加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云水居的团队更是露出了得意的冷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身败名裂的下场。有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让检验单说话。全场目光瞬间聚焦在国家级化验室的主任身上。化验结果显示，兰香记老汤面的汤底中未检测出任何人工合成香精、防腐剂及违规提鲜剂。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份汤底中检测到了极高浓度的天然游离氨基酸，以及一种极其罕见的有益人体的复合发酵菌群。这是一锅完全依靠时间和传统工艺，经过完美发酵的绝品纯天然老卤。话音落下，全场死寂了2秒，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惊叹和掌声。难得啊！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还能有人耐得住寂寞，用几代人的心血去养护这样一锅活的国粹，兰香记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面，恭喜你们！没有任何悬念，3位评委全票通过，兰香记私房面以绝对碾压的实力夺得了本届中华传统美食大赛的唯一特级金奖。颁奖典礼上，我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手里举着那座沉甸甸的金杯，面对着无数闪光灯和直播镜头。沈总，恭喜您一战成名，作为如今最炙手可热的餐饮新贵，您有什么成功秘诀想跟全国观众分享的吗？是那本传说中的祖传秘方吗？我看着镜头，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泛黄的破笔记本，以及那对为了捷径家破人亡的父子，嘴角扬起一抹淡然而霸气的微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秘方。所谓的秘方，是手艺人日复一日在灶台前的汗水，是对底线的坚守，也是对那些试图走捷径、不劳而获者最有力的回应。兰香记的招牌是靠踏踏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一碗一碗熬出来。这句话通过直播镜头传遍了大江南北。从那一刻起，兰香记彻底撕掉了地方网红的标签，化身为一块不可战胜的国民金字招牌。我的餐饮帝国迎来了真正的腾飞。3年后，又是一个寒冬，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雪席卷了这座城市。市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巨大的双子塔 LED 屏幕上正在循环播放着一则轰动商界的重磅新闻：祝贺兰香记餐饮集团今日正式敲钟上市，市值突破100亿大关，创始人沈听兰女士成为本市最年轻的100亿富豪。而在云帆广场旁最阴暗避风的高架桥下，一个穿着破旧军大衣的男人正推着一辆堆满硬纸板的破3轮车，在冰雪中艰难跋涉。他是沈彻。几个月前，他刑满释放了，外面的世界早已经翻天覆地，因为背负着青兰法院强制执行的500万天价债务，加上有恶劣的犯罪前科，他不仅成了一个连高铁都坐不了的超级老赖，更是连去洗碗端盘子的工作都没人敢要。沈彻推着3轮车，冻得浑身发抖。就在这时，一辆通体漆黑的劳斯莱斯幻影在红绿灯前缓缓停下。沈彻为了躲避豪车，脚下一滑，连人带车重重摔在满是冰渣的泥水里。他慌乱地爬起来，拼命去捡散落一地的废纸皮，生怕被这辆他10辈子都赔不起的豪车碾坏了他今天唯一的饭钱。就在他抬头去捡一块飞到劳斯莱斯车轮旁的纸板时，他下意识瞥了一眼车窗，车窗缓缓降下了一半。我穿着手工定制的羊绒大衣，低头翻看着上市后的第一份财务报表，听到车外的动静，我漫不经心地转过头，四目相对。沈彻呆滞住了，他看着车里的我，最后低头看了看自己冻得溃烂流脓的双手，巨大的落差在这一刻终于压垮了他。他无力地跪在冰冷刺骨的泥水里，双手死死捂住脸，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贪图捷径去抢那个店，如果当初他肯老老实实叫我一声姐，可惜命运的沙漏里从来没有如果。他们亲手打碎了自己的饭碗，现在只能吞下这裹着冰渣的苦果。绿灯亮起，我看着跪在泥水里崩溃大哭的沈彻，眼神里没有嘲讽，也没有报复后的快感，只剩下平静的疏离。我伸手按下了车窗升降键，车窗玻璃缓缓升起，将那刺耳的哭声以及过去所有的不堪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车子平稳起步，从沈彻掉落在地上的那块破纸皮旁驶过，向着远处亮起灯的安河大道开去。而在那处泥泞的安河街角，只剩下贪婪者自食其果的哭声，被漫天大雪慢慢盖住。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